室友穿男装很帅，我把2人合照发网上，有人回复：小心这个男的，他眼路300，耗子贪淫，是个变态杀人犯。我像往常一样把自己跟室友青青做饭的照片发到网上，很快粉丝们就纷纷点赞，一会儿功夫评论就增加到了几百条，其中一条评论却飞快地被顶到了最上面。同学，小心这个男的，他眼路300，耗子贪淫，是个变态杀人犯。对方的 AD 名叫老神棍，头像是一张太极阴阳鱼的图片。我点进他的页面一看，只见主页上挂着几张灵符，下面还带了小黄车，但是符文都很贵，几万十几万一张。这年头骗子的胃口怎么越来越大了？不等我回复，其他粉丝早就纷纷反驳：笑死，果然是老神棍，装神弄鬼骗人。对啊，我们青青是女生啊，还变态杀人犯，离谱死了。熟悉我的网友都知道，青青是女生，留着利落的短发，眉骨硬朗，看着简直不比男明星差。青青性格很好，为人大方，而且很爱做饭。我把2人相处的视频发到网上，几天时间就积攒了不少粉丝。我不敢直接骂人，而是礼貌的回复：不好意思啊，我室友不是杀人犯，她是个女生。不可能，男人藏精于骨，你看他眉骨分明，这是前命，肯定是个男人。小姑娘，你相信我，我看了几10年面相了，不会搞错的。这人头尖额窄，眼路300，性格非常暴躁，是穷凶极恶之辈。这么精彩的内容还得配合我的新手机观看。旧的 Mate 50 Pro 我放转转上回收了17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笔记本、相机啥的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老神棍发了一大串留言，我看得很生气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青青脾气很好的，我们楼上的邻居老是半夜3更发出很大的噪音，青青都没跟他吵过架。我楼上住着个当主播的漂亮女生，半夜3更经常在房里拖动椅子，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，弄出很大的动静。我上去说了几次，那女生却连门都不肯开，还是青青劝我说她虽然吵，但每天晚上也就折腾半小时左右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忍一忍算了。这么好的脾气，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啊？我不想跟网友吵，直接把这条评论删除了。没想到对面却不依不饶，发了一条私信给我：你头发枯黄，六亲无缘，你爸是不是在你5岁那年意外去世了？屏幕上短短的几行字，我心里却顿时咯噔一下，情不自禁地捏紧了手机。我读幼儿园的时候，我亲爸就车祸去世了，后来我妈带着我改嫁到外地，跟现在的继父在一起。继父对我还不错，连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这个算命的又是怎么知道的？你饥饿宫有2条横纹，去年肯定发生过意外，还有1条是今年的，能不能避过去就看你自己了。发完最后一条消息，老神棍就没反应了，但我的心里却久久无法平静。我去年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小腿骨折，在医院躺了半个月。这个老神棍真的有点东西啊！青青他该不会真的是男的吧？我呆呆地坐在床上，仔细回忆着2人相处的画面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忽然又震动了起来。我打开微信界面一看，发现是隔壁的邻居小美给我发了好几条信息：酱汁，你快看群啊，好几个女生被尾随了，真可怕。我刚准备出去吃夜宵呢，吓得我不敢出门。我忙切到业主群，翻看聊天记录，邻居们讨论得热火朝天。莹莹，大家可千万别出去，我手现在还在抖。5、6个纹身的肌肉男，喝得烂醉，真的好吓人。报警了吗？报了，警察说等会儿会派人去看的，但我估摸着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他们就跟着我说下流话，没来得及动手我就跑了。是不是看你穿得太漂亮了想搭讪啊？误解别人意思不好吧？看着他朋友圈背景图那张招摇的低胸照片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莹莹就是我们楼上那个女主播。我回复小美，这个莹莹我认识，就住我们楼上，做直播那个，长得很漂亮。小美回了我一连串问号，你在说什么？那个女生不是早就搬走了吗？我心头重重一跳，不可能啊，她昨天晚上特别吵，青青还上楼找她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了。你肯定弄错了，她搬走的时候，我还帮她把行李拿到楼下，她跟我说要回老家以后不来了，我顿时头皮发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莹莹已经搬走了，她为什么要在群里说自己遇见色狼，而且每天晚上在我们楼上发出那么大动静的，又会是谁呢？就在这时，屋外忽然传来防盗门被打开的声音：酱汁，我带夜宵回来了，你睡了吗？轻轻的声音从房间门口传来，我吓了一跳，慌乱的想要藏起来。酱汁，你这么早睡着了？我立刻抓过被子蒙住头，嘎吱，门把手旋转，卧室的房门被打开。今天睡这么早啊？
一只手探过来，把被子从我头顶往下掀。我闭着眼睛一动不敢动。我虽然闭着眼睛，也能感觉到他的视线在我身上扫来扫去，带着一股不怀好意的阴森感。真睡着了。轻轻伸手摸我的脸，两根手指顺着脸颊一路往下，冰冷粗糙的触感激起一阵战栗，我几乎要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了。就在这时，楼上忽然发出咚的一声巨响，像是椅子倒地的声音。轻轻的手一顿，过一会儿，好像有人拖着椅子走来走去，响声更大了。真烦人！轻轻不耐烦地朝头顶喊：“你有完没完？能不能安静点？”他喊得太响，我不能再装睡了。我犹豫片刻，睁开眼睛，做出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。青青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楼上又开始了，我上去跟他说一下，你继续睡吧。轻轻安慰似的朝我笑了一下，转身带上门出去了。等他一走，我立刻扑过去反锁房门，身体贴在门上，大口大口喘气。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又震动起来。小美发了一张图片过来，这是物业给我的。我就说吧，楼上根本没有人住。图上是一张小区客户的动态表，表格里显示6栋1301状态为空置，正常的空房都是代租，那些房东没有出租需求的空房才会特别标注为空置2个字。我脑子有点僵，可是楼上又发出噪音了。青青刚上去呀，楼上那个莹莹脾气差，又是个话痨，每次青青上去都能听见她在那边大喊大叫，两个人要说好一会儿话，青青才会下来。楼上是绝不可能没人住的，但小美发的这个图片也不像是假的。我大脑机械地转着，联想到刚才那个老神棍说的话，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：难道说青青在楼上囚禁了一个女人？青青不会真的是变态吧？我被自己的念头吓到，想找小美把情况说清楚，然后去她房里躲着再报警。可一翻到我们两人的聊天界面，才发现小美又发了一连串信息：你怎么老不信我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楼上根本不可能有人啊！青青上去也没用，搭成一个人在走廊里傻站着呢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拍个照片。我握紧手机，倒吸一口冷气，完蛋了！小美做事情怎么这么莽撞啊？这要是去楼上，正好撞到青青，我不敢再想下去，立刻冲到客厅。我跑到走廊上的时候，看见电梯门正缓缓合上，小美穿着个粉色的摇粒绒睡衣，开心地朝我挥手。我扑过去按下电梯键。小美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，走，我带你上去看看。小美不由分说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把我往电梯里拽。我大惊，你放手，我不去。你听我说，青青是个杀人犯，他在楼上囚禁了一个女人，我们得快点报警。酱汁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忘记了，青青那个朋友就是警察，不是来你家好几次了，警察能跟杀人犯当朋友？我一愣，这才想起来，青青确实有个当警察的朋友，叫李俊杰，长得人高马大的。有一次青青喝醉，还是李俊杰把青青送回家的，他还穿着警服，吓了我一跳。如果青青是在逃的杀人犯，李俊杰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这么一想，我又感觉是自己疑神疑鬼了。奇怪，如果他不是变态，那1301里面的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小美按下13楼的电梯键。哪里来的女人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就放心吧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看走廊里都是监控，哪里来的杀人犯啊？就算他真的是变态，我可是跆拳道黑带，我们2个还打不过他一个。电梯很快就到了13楼，门口空荡荡的。小美指着那扇黑色的大门，看见没有？我就说这里没人。我们边说边朝走廊深处走。很快，小美脸色僵硬，说不下去了，因为那扇黑色的防盗门居然开着一条缝。奇怪，这门怎么开着？小美握住门把手朝外拉，门开得更大了。她探着身体朝里看了一眼，眼珠子立刻瞪得老大。妈呀，怎么了？青青在里面吗？小美却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面，然后走进了屋里。我不敢一个人留在走廊上，只能硬着头皮跟进去。怎么没人？青青呢？小美不可置信地朝周围看了一圈，这屋子居然真的有人住啊，好奇怪啊！那物业怎么显示是空置呢？我们两人面面相觑，视线转向一旁的2间卧室。卧室房门紧闭，可靠近客厅的那间却时不时传出高跟鞋敲击地面的脚步声。小美走到卧室门口，往下旋转门把手，我朝她拼命使眼色，别管人家的闲事了，我们走吧。小美却直接打开了房门，我只感觉眼前一花，一道黑影冲出来，猛地把小美扑在地上。小美尖叫一声，拼命挣扎起来。那是一条模样古怪的大狗，狗的嘴巴戴着一个特殊的铁质嘴套，两旁密封，中间留了个洞，那洞估计是喂流食用的。那条狗看着恨极了小美，拼命地撕咬她的脸，只可惜戴着嘴套，根本伤不到小美。小美用力推开大狗，慌乱地坐起身。我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大狗又往前扑，高跟鞋踩在地面上，发出清晰的脆响声。我低头一看，这才发现这条狗的后肢穿着2只模样古怪的高跟鞋，鞋底大概5-6公分，又尖又细，看
看着踩高跷似的。好变态啊！这女的虐待动物。虐待动物的可能是青青，她估计真的是个变态。墙角摆着一只铁笼子，笼子旁边有一个计时器，上面显示晚上11点，所以每到11点，这笼子就会自动开门，狗从笼子里出来发出响声，青青就会上来给它喂食。那个跟青青说话的女生，是不是被她关在另一间屋子里？我吓得浑身发抖。我们快走吧，快离开这里，报警。好，走吧。小美也吓得脸色发白，再也没了刚才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我们两个跑到客厅里，小美伸手用力推了一下防盗门，脸色更白了。完了，这门被锁住了。怎么可能？刚才明明是开着的。我惊慌失措，用力往下压门把手，可不管怎么往外推，那门都纹丝不动。小美似乎想到什么，这是指纹锁，有人把电池卸掉了，要找到钥匙才能出去。我心脏一下就被揪紧了。肯定是青青，她跟在我们后面进来了。她虐待狗，她那么变态，她真的是杀人犯，该怎么办啊？别怕，她到现在都不敢动手，说明她1对2也没有把握。小美冷静下来，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110码，马吉公寓6栋1301，这里有杀人犯，你们快过来。挂断电话，我和小美紧紧靠在一起，后背贴着防盗门，惊恐地朝卧室的方向看，生怕下一秒青青就拿着刀从房里冲出来。小美壮着胆子，大声朝屋里喊了几句：“青青，警察10分钟以后就到，我劝你别冲动，伤了我们，你也逃不掉的。”房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回应，我感觉很不对劲。如果青青真的是杀人犯，她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报警，不出来阻止呢？她到底想干嘛？小美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。酱汁，我怎么感觉青青不在房里啊？你说会不会她看见我们发现她的秘密就逃跑了，故意把电池卸了，把我们锁房里，这样等警察到，破门进来最起码也得20几分钟啊。她是在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。我脑子乱糟糟的，根本没法思考。第一反应是觉得小美说的有道理，可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两人贴着门背后站了5、6分钟，小美待不住了。青青肯定不在这里，再等下去警察都要到了，别怕。小美壮起胆子去厨房拿了一把刀，我也跟着选了一把水果刀，紧紧握住刀柄。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另一间房门紧闭的卧室门口，小美朝我比手势，等会儿门一开我先冲进去，如果青青在，我先缠住她，你再进来。我紧张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机械的点头，几乎是小美说什么就跟着做什么。3、2、1，小美低声数了3下，握住门把手，猛地推开房门往里冲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卧室门是朝内开的，小美她冲了进去，可是房门不知道撞上什么东西，迅速反弹回来。在我冲过去之前，房门又重新关上了，咔嚓，很细微的轻响声，我整个人都麻了。有人把房门反锁了，是青青，青青就躲在门后。救命！小美的尖叫声迅速变成呜咽声，听起来像被人紧紧捂住了嘴。屋子里很快传来打斗声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的砸门。开门，小美，青青，你放开小美，警察马上就到，警察就在门外了。我一边敲门一边找手机报警，想催促警察来得快点，可把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翻了个遍，却怎么都没找到手机。刚才出门时，我明明就把手机放在口袋里的呀，难道是掉在路上了？现在怎么办？小美被困在里面，青青杀了她之后，下一个就是我。我使尽浑身力气用力撞门，1下2下，撞到第3下的时候，房门忽然从里面打开了，我没收住力道，一下子往前冲去，撞在一个人身上，手里的匕首掉落在地，我尖叫一声，闭着眼睛发疯一样挥舞着手脚。是我，酱汁，是我啊！小美虚弱的嗓音传来，我睁开眼睛，这才发现站在我面前的人是小美，她头发凌乱，双眼发直，衣服上还沾满了血迹。小美，青青呢？小美伸出手指，惊恐地指着墙角的方向。我杀了他，我杀人了。衣柜旁边躺着一个人，他穿着米色卫衣牛仔裤。我脑子里紧绷的弦瞬间松懈下来。没关系，你没杀人，你是正当防卫，我们是正当防卫。我小声安慰她。小美把头埋在我胸口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腰，剧烈的喘息。她看起来被吓坏了，喘着粗气，头一直在我胸口拱来拱去。没事的，小美，警察很快就到了。警察，我说不下去了，瞳孔骤缩，死死盯着床铺底下的那样东西，仿佛一只有力的手勒住我的咽喉。极度的惊恐让我开始浑身颤抖。那是一部手机，是熟悉的鲜亮外壳，这是我自己的手机。所以小美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手机？难道说小美根本没有报警，是她给我发的物业表格图，也是她非要拉着我上楼？难道真正的凶手是她，虐待动物的也是她？